先是人祸，后是天灾，印度国内厄运连连，为何却说从这就能看出中印之间的差距？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近些天来，新疆军区接受了大批的新式装备，可以说十分的引人注目。截至目前，在中印对峙中，解放军已公开了150式轻型坦克、99A 主战坦克、18式自行卡车炮等先进装备，这既增加了军队和国民的信心，也对外部势力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尤其是在印度一些不怀好意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军方高级官员多次发表混淆视听的错误言论下，这些言论误导印度社会的舆论，还企图进一步激化中印矛盾。不过，就在印度防长大放厥词的时候，印度边境突然传来噩耗。根据《环球时报》与美联社等多家媒体的消息称，在2月7号，印度北部边境阿坎德邦查莫里地区的一条冰川破裂，最后结果或将导致数百人丧生，数千人被迫紧急疏散。到目前为止，印度北部的几个邦由于这一事件全部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印度中央政府也陆续调集了包括印度国家救灾部队、边境警察和内政部军警在内的多支部队，大批印军已紧急出动前往事发地点展开救援工作。虽说大批军警已赶到事发现场，但根据印度地质专家的分析，目前营救前景并不乐观。因为除了已丧生的平民外，大部分失踪者都被埋在了水里或者泥里，很有可能已被水中的碎石砸晕，失去了自主呼救的能力。另外，印度海军内部人士也透露，当地水质非常差，蛙人部队难以下水进行搜救。鉴于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其他失踪者的生还几率不容乐观。时至今日，由于中印边境摩擦，印度军队在边境地区驻扎了成千上万的士兵。而这样的噩耗传来，自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毕竟，印度先是10万人聚集首都的人祸，而后又是现在的冰川破裂这一天灾。不得不说，印度国内最近真的是厄运连连。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一次只是一场自然灾害，但其中却能明显看出中印之间的差距。据了解，2周前，中国甘肃地区也发生过类似的滑坡灾害。当时有整整10万多立方米的黄土轰然倒塌，直冲下山，下边还有居民区。幸好这次大滑坡灾害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因为北斗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平台的存在，所有的居民在灾害发生6个小时前就收到了避难通知。灾害发生时，所有居民都疏散到安全地带，避免了人员伤亡。中国最强武器接连现身边境，最强神兽99A 进驻边境后，又一战略武器现身前沿。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近几个月来，印度在边境地区稍微变得安慰了一些，尽管嘴上还在各种叫嚣，但行动上还是很诚实的，基本上不再越境。然而，虽然越境这种事儿不敢了，但印军方面仍在加强前线的部署。各种武器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了边境地区，因此也不能彻底地忽视印度。所以在新式150式坦克与最强神兽99A 进驻边境后不久，中国又一战略武器现身中国的前沿地带。据外国媒体的消息，近几日中国最强武器可以说是接连现身边境。在解放军的99A 坦克开进高原地区后，解放军西部军区最新的一场演习中，红旗9防空导弹也出现了。毫无疑问，按照解放军的这些行动来看，印度方面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改变态度。但现在的印军高层野心十足，目前仍在阵营前方部署兵力进行对抗，各种军事装备如坦克、直升机都在前面使用。其实只要印度人愿意给出一个合理的方案，中国自然是同意双方和平退兵的。但如果印度还抱有侥幸的心理，想要用强硬手段来讲道理的话，那解放军自然也不吝惜用强硬手段进行回击。值得一提的是，在看到了解放军的这些动作后，有网友认为没这个必要吧？现在99A 加红旗9，这是想让印度人感受到绝望吗？确实，99A 就不用提了，相信大家对有着最强神兽之称的它还是有所了解的。
但相信对于红旗9，大多数人都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认知。据了解，红旗9是中国自主开发的新一代远程防空导弹系统，其作战能力不论是在中国导弹系统还是在世界导弹系统中都处在一个领先地位。事实上，早在2013年的时候，土耳其方面就对红旗9产生了浓厚兴趣，因为他们用红旗9与俄制的 S400和美国 MIM-104防空导弹进行了比较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红旗9在这3种防空系统中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一个。据了解，在战斗过程中，红旗9的实战表现非常的出色，它不仅可以同时控制6枚导弹攻击3至6个目标，而且还可以对同一目标进行重复攻击，这也是令对手头疼的地方。但归根结底，解放军部署这些武器给印度人看，肯定不是为了让印度人感受绝望，这些行动还不都是为了维护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保持冷静克制，才是印度人唯一的出路。美军也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派军事力量介入我国海域，双航母再次现身南海。为何我们需要警惕美军对我国人工岛礁下手？据港媒东网报道，2月9号，美国海军宣布尼米兹号与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在当天于南海顺利会师。至此，美军有2个航母战斗群出现在南海。这也是继去年7月4号之后，美军再次用双航母闯入中国海域。根据报道，尼米兹号航母是从波斯湾那边撤回来轮换的，在2月5号进入南海的时候有意逗留，而罗斯福号航母在1月23号进入到南海并接近黄岩岛。通过卫星图得知，罗斯福号航母在此期间还回到关岛海军基地进行了补给。当尼米兹号航母来到南海的时候，罗斯福号航母再次启程，显然美军是故意要在南海摆出双航母的架势。航空母舰作为美军实力的象征，也是美军用来威慑对手的利器。基本上，美军把哪国当作对手，航母就会出现哪国的海域中。而近年来，中国可以说最受关照了，每一次美军双航母的出现都会闹出一些事端。去年美军双航母到来之际，中国海军正在西沙海域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随后美军双航母同样在南海进行演习，挑衅意味十足。而要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次，莫过于2016年美军将双航母派到南海，支持菲律宾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最终我国3大海军齐聚南海，航空兵日夜巡航，火箭军引弓待发。而美军发现自己的航母坐标暴露后，也只得灰溜溜地离去。可以看出来，每次美军将2艘航母派到南海的时候，准没有好事儿。那么这一次美军又是带着任务而来？要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可以看看美军航母编队的诡异举动。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的报道，在美军双航母会师之前，美军一架加油机出现在南沙群岛附近，并且飞行轨迹十分诡异。从飞行路线来看，这架加油机在一片区域内反复兜圈子，而这样做的目的肯定就是给美军航母上的舰载机进行油量补充。一方面双航母到来，一方面舰载机加满油，明显来者不善。如果考虑到我国近期在南海群岛的举措，一切似乎明了。就在本月初，有卫星拍到南沙群岛的牛轭礁附近有大批工程船集结。根据推断，这些工程船集结的目的是进行人工岛礁的建造。我们知道，我国近年来在南海填造了不少人工岛，而这些人工岛上的建设也成为我军保护南海的一道屏障。去年的时候，就有外媒宣称，美军可能将会对我国在南海的人工岛进行轰炸，而此次也正好是在我国造岛的时间点上，美军双航母出现，我们需要警惕美军对我国人工岛下手。我们需要像2016年那样向美军展示我们能将2艘航母送入海底的实力，不给美军有机可乘的机会。